大家好，欢迎回到松树新语。在韩国导盘论坛上有个帖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引起了默默的注意。那我也看了一个原帖和默默的更新那么是京都大学的一场这么一个 seminar。这样一个小的这个讲座呢，或者是会议呢，其实就是一篇论文引起的。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这篇论文的这么一个讲座呢？主要是原因是因为我们也看过我之前节目都知道，这个作者叫清水真吧，他是也参加 APS 的这么一个会议的APS 专场 K08 的发言，所以呢，我猜他们是做一个预演APS 会议的预演。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论文的作者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重视的。那当然，在美国物理学会上发言对很多的这个初级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那么这个清水真呢，看起来也是一个年轻的研究者，他的谷歌学术的引用并不太多。这是日本京都大学和冈山大学合作的一篇论文。那么在今年8月份这篇论文其实就8月29号就发布了，在预印版，还没有正式发布这个正式版。我们之前也做过介绍。其他2位作者呢是冈山大学的，一作呢是京都大学的，但是他们都主要是搞这个磁性材料研究出身，所以这个角度呢就不太一样。这个 seminar 的这个标题叫LK99 的电子结构和磁性结构，电子掺杂下的反铁磁强磁性转变，作者是清水真，日期呢2024年1月31号，就报告人是清水真。他说这个记得去年2023年7月底报告了室温常压超导体的发现，那就是铜掺杂铅联辉石成为 LK99。然而经过一系列紧急的复试，超导性的可能性被否定了。接下来呢，出现的问题是关于磁性的半悬浮现象。尽管实验3表明半悬浮并非超导性，而是由于强磁性引起的，但是强磁性的机制尚不清楚。他说图1就展示了铜掺杂铅联辉石的费米面。那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了电子密度泛函理论，计算了铜掺杂铅联辉石的电子结构，并建立了一个4代的有效模型。这个有效模型中的铜原子排列成层状的三角格子。我们应用了涨落交换近似于有效模型以计算磁化率，并讨论了磁性结构。结果表明铜掺杂铅联辉石表现出反铁磁涨落，但稍微的电子掺杂就会导致强磁性涨落的出现。那么电子掺杂导致强磁性的发生本质可以在简单的2维三角格子中理解。然而由于铜掺杂铅联辉石具有轨道自由度和与 KZ 有关的电子结构，它们叫富士山型费米面，所以只需要极少量的电子掺杂就可以实现强磁性。实验中观察到的磁性半悬浮现象是由于样品中的微小电子掺杂引发了强磁性。这可以通过样品中的杂质引起的微小电子掺杂来理解。这种费米面可以在面间跃迁的三角格子系统中实现，因此已有的三角格子系统中可能存在类似的磁性转变。大家是不是被这个图片吸引了？我们就看这个图片说了啥。这个图片就主要讲了铜掺杂铅联辉石的这个费米面在不同掺杂水平下形状的变化。具体来说从左边数 A 和 B 对应的是空穴掺杂 0.2 和 0.1 电子每化学式单位的情况。那费米面的形状呢，仍然是这种橄榄球的这个样子C 是化学剂量比这个铜掺杂铅联辉石的费米面呈所谓富士山形状。那 D 呢，就显示了掺入 0.1 电子的情况，费米面形状呢保持基本不变。那作者指出与简单的2维三角晶格相比，铜掺杂铅联辉石由于 KZ 方向的散射，它的电子结构呢具有3维性，这就导致了费米面随着 KZ 的变化
而改变填充度，从而就呈现出富士山的形状。这种三维性是同掺杂前灵灰石与普通二维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总之吧，这个图片呢，就是说了这个 LK99 的费米面随掺杂变化的这个三维特征。这种三维散射呀，是理解这个材料磁性物性的一个关键。作者在后边还讨论了这种三维性就导致了它的磁性波动的特点。但作者呢，也只是进行了理论研究啊，没有实验部分。所以这篇论文啊，是在 LK99 材料爆出可能是室温超导后啊，这个理论界后续的这种研究之一啊。但作者呀，在论文里边并不认为这个 LK99 是超导材料啊。那文中提到啊，目前研究呢显示这个材料很可能不会超导啊。但是作者认为啊，即使不超导，LK99 本身也具有有趣的磁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其中这个论文里边运用这个 Flex 理论呢，分析了这个材料的磁性波动。研究发现呢 ，LK99 的电子结构呢，类似于配位数为2的这种三角晶格，但具有三维性，这导致了它的磁性波动啊比较敏感。这是这个材料的特殊之处。所以作者认为啊，如果能在类似 LK99 的这个电子结构材料中实现超导，那么超导的单态与三态性质可以通过轻微掺杂来切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预测啊。那根据论文中的这个理论计算啊，在化学剂量比 n 等于7啊，就这个同掺杂前灵灰石啊，这个材料就显示出啊反铁磁的波动。也就是说，只需要很小的电子掺杂就可以实现在材料中触发这种强烈的铁磁的秩序。所以理论上计算出这个磁性波动强度啊，就跟这个2-3一样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啊，在 n 等于 7.0 的时候呢，反铁磁峰是比较小的，大概在16左右。而在 n 等于 7.1 的时候呢，铁磁峰是非常强，达到了接近100的强度。所以这可以用来理解实验中观察到的这个磁性的半悬浮的效应。因为样品中不同区域微小的组成比不均匀，它会引入极少量的电子掺杂，就足以在局部产生强烈的反铁磁秩序，从而就导致样品中出现强磁性的区域。这些强磁性的区域呢，在磁场中的这种排斥互相就提供浮力，造成了样品的半悬浮效应。也就是说呀，理论计算这个证实呢，这个材料的磁性对电子掺杂是极为敏感的。这就支持了样品不均匀掺杂导致局域强磁性的这么个解释。计算结果呢是实验观察是一致的，就是到目前为止还都是半悬浮现象，还没有出现一个被证实的全悬浮的，就是说具有超导性质的材料。所以这个事儿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疑惑，就是这个铁磁性抗磁性它是来源。按照这个论文说法呢，就是引入极少量的电子掺杂，就是说组成比不均匀的情况下，就足以在局部产生这种强烈的铁磁秩序，从而导致出现这种强磁性区域。而这些强磁性区域在磁场中的互相排斥，就提供了浮力，造成了样品的半悬浮效应。那这篇论文呢，这篇发言会在美国 APS 上这个会议，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有这么一个演讲吧。那么现在看起来呢，现在这个会议是可以通过网络报名参加的。我也希望这个中国的这个炼丹师这个参与 LK99 研究的人也去参与一下，提几个问题，倒不是说难为他一下，是吧？包括他对，比如说这个论文里边引用了中科院物理所的硫化亚铜的那个相变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就证实了 LK99 它不导。那这个事儿呢，那现在看起来呢，在8月29号这个论文里边引用的话呢，还不算这个太什么问题。但是后来逐渐就证明了，无论是马普索的单晶还是物理所的硫化亚铜的解释，它实际上是，就是说不能说不全面吧，
所以说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啊。那这是关于日本啊这个京都大学和冈山大学的这篇论文的这么一个预讲演的一个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